大家好，今天跟着我们的频道来看的这栋 Encino 的房子，拥有着 Encino 市场上历史以来要价最高的记录，而且它拥有着真正意义上的一个360度全景的景观，是我们频道里面出现过的主卧室的设施最豪华奢华的主卧，以及最完善的室内健身恢复中心。快跟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4000万美金的豪宅在比华利山庄不计其数，但是 Encino 从来没有过任何一家豪宅开发商勇于挑战这个价格。为什么选择这里？带着这个疑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来了这栋豪宅真正的幕后推手，拥有着超过15年豪宅开发经验的 David 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We are in Encino, but this is the neighborhood of Royal Oak. Royal Oak is the best and the most expensive neighborhood in Encino and to all out the valley. Why Encino? Encino has a big lots and it's closer to the city, closer to Brentwood, Santa Monica, Beverly Hills, closer to Van Nuys Airport. So the commute over here, because in the city you have limit of how much space you have. And this house, the view is like 360 even from the basement. You can see the view. Exactly. Yeah, so it's 3 stories plus the rooftop plus almost 2 acres of a lot. It's one of a kind. This house is situated on the top of Royal Oak, end of a cul-de-sac. So we pick the top location. So like the house is unique, but the location is also unique. It's one of a kind. You have no one watching over you. Mm-hmm. So we took all of thi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we knew when we're going to build this house, it's going to be the most expensive in the whole valley. 快跟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房屋的前院的设施。首先，这个房屋可以看到一进来有一个非常大的停车坪，而且正门这边直接有一个铁门，自动的可以打开，而且正好是这个 cul-de-sac 的尽头。从这边可以直接到达你的前院，非常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车在里面掉头做任何的动作都可以。而且镜头我们再往这边过来一些，可以看到前面访客的趴车的位置，你完全可以停在侧面的两边都有足够的停车位，墙上也有大量墙上的射灯挂灯，晚上也是非常棒的。而且这个房屋是个360度的全景景观的房子，我正冲的方向实际上也能看到非常好的景观，因为它地势比较高嘛。而且往这边走过来，可以看到前院下面这一层就有4棵橄榄树。要知道，橄榄树生长是非常慢的，这些树子不要看着不大，但实际上每一棵其实都是年岁不小啊，对不对？我们镜头再往前走一点，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房屋的下面这一层的主体的墙面全部用的都是 travertine， 而且用的都是那种里面没有填充的结构，所以表面有很多自然的纹理的石块的凹陷在这边。非常的漂亮，正对的就是车库门。车库门不要看简简单单，好像是个双车库门，里面有非常大的室内停车空间。一会儿进去，我们会为大家详细的介绍。那最大的亮点呢，跟着我们镜头稍微这边移一点过来，可以看到就是一进 Motor Court 先看到的第一眼的这个非常漂亮的楼梯。这个楼梯太漂亮了，夸张啊，有点像回到宫殿的感觉啊。对，层层叠叠的上去。就咱们从这个正门一打开上来，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家先想的一个词就是霸气，这太有气势了。从这个镜头里面能看出来，整个房屋的给人感觉非常的，我竟然会觉得有点宏伟的感觉了。为什么？房屋的设计师和室内陈设师也都大有来头，真的是这个房子在 Encino 敢叫价4000万，它真的是给你到顶配的级别了。从它的软装设计到施工到材料完施，真的是无可挑剔。在咱们频道里面说排前1、2的房子不过分吧？不过分，完全不过分，是不是？可
可以看到整个楼梯啊，一阶一阶上去，上面都是大量的 travertine 的石板，两边钢化玻璃以及铁艺的扶手，蜿蜒崎岖的往上走。聪聪，你知道这个楼梯为什么要弯一点吗？我觉得是不是会借鉴了咱们中国的一些做那种这个在水面上、湖面上这种楼梯的这种特点？对，它让你走路的时候看着不同的方向，这样随着你每次的转弯的时候，你能看到不同的景观，对不对？每一次的转弯你看到的都不一样，而且这个房子地势高，我站在这边依然能看到非常好的景观啊！赶快跟我们上去继续看，这个房子前院还有很多细节。上到入户的这一层，可以看到整个的房屋的主体就展现在你的眼前了，非常漂亮的偏现代 contemporary 的外观，正冲着有阳台，大大的落地窗，实际上那个空间后面藏的那个房间是主卧室的一部分，而且空间非常了不起。这个主卧室真的是看得太喜欢了，地面都是大量的 travertine 的石板，整个的铺设一直到入户到室内到后院，整个铺满啊，几乎。中间做了一些过渡带，下面垫了一些白色的鹅卵石，让整个的过渡呢没有那么的呆板。两侧又不一样，左边是一个木质的 deck， 往那边是人工假草，还有一个小的果岭，从这边也能看到很漂亮的景观了。而且这棵橄榄树前面这边又3棵橄榄树，这家橄榄树用了不少钱哦。对，底下那个橄榄树一看就好几十年的树龄。一会儿给大家介绍。那右手边这边呢，它做了一个水池的水系景观，黑色的马赛克的铺设 ，overflow 的水从两边流下来，从这边透过水，而且最妙的是上面还有一个 fireplace， 点着了以后，水火之间看着远方的景观。什么叫360度的景观？聪聪，这个房子才能叫360度。对，连我现在看过去都能看到景观。就什么叫好房？就是这个房子，你任何的窗户、任何的角度看出去都是非常高的一个眺望的状态，能看到完整的景观啊。Encino 能有这么棒的地、这么棒的房子，真是没想到啊！这个房子我们一来给我们太多惊喜了，就一开门让大家就忍不住都有点想骂脏话的那种感觉。一路哇塞！我们也算是阅房，不能说无数吧，但是好房子也看过，也吃了不少好料了，对不对？那从进门这边过来，水系一直铺过来，这边还有很多坐的地方啊，其实已经能招待客人。这个房子其实进门开始就是私家的区域了，任何地方去招待客人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地方直接走过去不行，它通的是餐厅，餐厅也很妙。我们进去为大家看房子的室内。It is unique, and also the floor plan is super unique. And the way I like to make the house, sometimes when you make a house too modern and too big, it's spread apart. That's why we have, on each level, we have the bedrooms. We have 4 bedrooms upstairs, connected as a family, large, very large master bedroom. Like the closet is like a boutique, huge closet will be enough. A lot of decks, a lot of balconies. So the 20,000 square feet that you mentioned, it's not included the rooftop, not included the large garage, not included the balconies. So it's why. So it's a lot, but when you walk into the house, you feel the coziness, you feel it. And the grand opening, we were thinking, because if you're gonna do each floor, the house gonna look like small. So when we made the opening with the glass, it gives you like... It really opens up. Open up. Yeah, from all the way the second floor to the lower level, you feel the connection. It blending everything together. So that's why I told you, with the years we got experience and we had the vision. Once I see the location, the lot, the size, we start to build ideas. I wouldn't tell you the first day you can see it, but as you go with your experience, you see. And when I came here first time,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view. And once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view, with the lot, then I would know the vision will come up. Then I can build it up. This is my, I guess, it's a kind of a talent. But we're using architect, we're using designers, to help us to do all of it. But I was very involved. This is me. I'm very involved with every detail and every line and every stone that was selected over here. I wouldn't take all the credit for myself, but as I told you, we have an architect, we have interior designer, we have, big team to create what you see over here. But I was definitely involved in every detail of picking all the material, the cabinet, the granite, the tile, the mirrors, the lighting,
the plumbing fixtures, so every detail, the windows, the locations. So it was a lot of back and forth until you get that result. But this is bring experience and talent and vision into a place to get this kind of the result. And obviously, as I told you, the view that you get over here, it's like every wall we put outside. Wow, I want to do a window. I don't want to miss the view. Right. From every angle, like where do I put the walls? So this is why you get a lot of opening. And obviously, master bedroom in every house that I build, it's scale up. It's bigger than the other bedrooms. This house is so large, you cannot make a. 进到这个房屋的室内，其实从这边啊，依然就前后真太通透了，镜头里已经能看到非常好的景观了。没话说，这个景观真的是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我觉得。我们先把门关上，过来为大家一点一点详细的介绍。来，过来以后呢，我去那边之前，先给我们房子的侧面这一侧，因为房子很新啊，我们也是尊重房主，要么就协调，要么就进来脱鞋，因为整个房屋的室内非常的干净，真的是一尘不染的一个状态。我们从这边过来，左手边是它的电梯间的空间，能去2楼地下，所谓的地下了，以及它的屋顶的空间。左手边这边是它的一个半卫，这个半卫挺有意思的，里面有2个马桶的区域，分别是干湿分离那样的。这个半卫完全不半，就有点像酒店的那种卫生间了，是不是？面积非常大。真是可以，食料用的也不错。我们镜头稍微再往这边过来一点，这边呢是它的一个书房，就在一进门的空间，就在国岭那个旁边的房间。景色、采光各方面都很好，空间也不错。我觉得办公室啊放在这儿肯定是没问题的。今天跟着我们啊，要好好感受一下这栋房子。感受之一就是这个，它房屋有大量镂空的结构，是用这种钢化玻璃做的铺设，在楼层之间，所以你是能看到1楼、2楼，甚至从2楼看到地下的，很夸张。这个是咱们在很多房子里没有见过的。那么再往前面走过来一点，到的就是房屋的中段区域了。整个石料的地面铺设，2楼全部都是木地板，而且每个木地板也是用了包边的设计，不太一样。钢结构的承重，整个架了起来，上面也是镂空的设计，以及那边有天井的太阳光可以采进来。这个房屋就给人感觉非常的通透，它阳光从各个角度都可以照进来。对，不仅是光线的通透，我觉得在结构上面。它因为这种楼梯啊，包括玻璃这种设计就也非常通透。对，你看，我们稍微过来一点啊，这边是去从1楼去2楼中间的区域，两边的墙壁上实际上画的是咱们国风山水画的感觉，画的还是蛮有意境的，挺不错的。那后面如果再放一些比较漂亮的瓷器啊、碗啊，就特别的应景那个空间，对不对？我们再往这边走一点过来，到了这一段可以看到它的挂灯是从2楼的空间一直挂到了所谓的地下室的空间。非常的不得了，这个灯还是很漂亮的，挺重的，每一个都是石头的。对，而且它这个光吧，就是柔柔的透出来，不刺眼。没错，它的房屋大家可以看，它光线设计很好，都是它没有主灯，但它都是用各种典型的氛围灯做的点照，然后该提亮的地方提亮，该让它暗的就压暗。它不像有的房子就傻亮，不好看，对不对？镜头再往前走，其实这个画面里大家不知道怎么想啊，其实应该已经觉得很舒服了吧？太通透了，就一开门进来，首先给你的就是这个 wow factor 了，非常的不得了。我们在这一段，其实我的左手边这边是餐厅和它的一个会客厅，一会儿我们会为大家介绍。先从我的右手边过去，这边其实我刚才来的时候啊，我看到这个房间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没有看下面，我走上去的时候才发现，哎呦，吓了我一跳！直接这边又是钢化的玻璃，直接可以看到底下地下室的空间。那从镜头站的正中间的地方。这个卧室放的地方还挺有意思的，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往这边放。打开了以后，从这边直接过来，这就是直接能看到它的后院、泳池、deck 以及景观啊。这个卧室尺寸也很好啊，对，尺寸不小。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卧室，真的是非常舒适啊。没话说，每个卧室都让人沉醉，每个卧室都拥有最棒的景观，每一扇窗户望出去都是给你最棒的享受。自己也有一个衣帽间、卫生间都藏在里面，是个大套间。唯一我想不太明白的就是，为什么在这儿放一个卧室呢？因为你看1楼的房间，它的位置就1楼过来中间，这是给谁？给房屋的总管的位大管家，地位很高的大管家。
没错，不是一般的管家，对不对？我们跟镜头再往前慢慢走，过来可以看到啊，两边都是镂空的设计，除了刚才那边是因为楼梯挑空，所以两边镂空。它这边除了楼梯以外，特地还做了一个挑空，所以它大量的引入了自然光线，从不同的角度到了地下，所以地下室才那么的惊艳。同样也是一组从2楼的顶部挂下来的挂灯，一直到下面也能看到这个伸上来的这棵树啊，好像这棵树多少钱啊？反正之前他们有介绍，都是上万块钱的，室内的这2棵也不便宜，这里的景观树。而且从这边正对着也是一个 picture window 景观，可以看到整个 valley 的景观，以及那个旋转楼梯啊，也是很大的特点。墙面也是用了不同的涂刷，给你一种岩壁的感觉，对，原始感。哎，好多好小细节，真的好漂亮啊，让人觉得真的没话说。更不用说这样大量的木条屋 cladding 从地下室一直到楼顶啊，太漂亮了。对，我特别喜欢这2棵树，这个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可以从地下室一直长到地上1层的树。而且我比较喜欢一进来这么2步道的地方都会有2个椅子可以坐。对，我跟大家说，咱们看豪宅就希望哪儿都有点椅子能坐，因为有时候太大了，我不想说到哪儿都靠着，对不对？而且镜头再推过来，这就是这个房屋最大的亮点之一，它的 wow factor， 直接在这边进门也是到这边直接挑空了2层的举架，给到你超过25尺的举架，整个的周围环绕不能说360度吧，我觉得240度或者是280度是可以达到的吧，完全没问题啊！这个大景观就像一幅画一样，突然就展开在你的眼前。我们镜头过来，左边那边看的是 San Fernando Valley 的景观，山下面的东西，云朵、远处的山峰，全部都能看得见，后院也能看到一些。那我的右手边这边就更不用说了，泳池整个的包裹，户外的区域，大量的邻居，山上面 Encino 豪宅的景观，就是各种各样的景观。我们前2天看的 Bird Street 的房子是把洛杉矶所有的景观收入给你了。这个房子是整个把 San Fernando Valley 的景观收入给你了，哇，这2个房子质量好高哦，我很难取舍，哪个更好啊？这边放了2组沙发，坐在这边没有任何问题，空间非常的好，所有的拉门都是帕给豆，全部打开了以后，有一个非常棒的流通，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空间如果把拉门全打开，哇，太爽了！更不用说正对的这个大的 fireplace， 从1楼直接挂到2楼，天然的石料铺设，非常大的一个。有点可惜，不能烧真柴啊，电子的壁炉，然后2边还用氛围的灯带，也是从1楼直接到2楼，这也挺夸张的。这个 fireplace 我觉得设计还是非常夸张的，很漂亮，非常漂亮，而且尺寸刚刚好。我觉得它放在中间，把它作为这个房屋的主体还是搭得上的，够排面的。你说靠在这个2边，又能看到不同的景观，蓝天白云，太美了，实在是这个画面。不同的角度也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挂灯，水晶挂灯，这挂灯像什么？有没有吃那个日本的那个 Pocket？ 哦，对不对？巧克力口味的，像不像？有点那个感觉吧？是，非常的好看啊，对不对？几个很特别，然后外面伸出来有点像那个咱们风水讲的那种岩洞水晶的感觉。对，真的很漂亮，选的灯也选的非常的好。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其实从匆匆这个镜头里面，我们整个已经调了一个角度了，从另一个角度可以从房屋的后端整个看到房屋的前院。那大家可以看它的细节，所有的这些挂的灯饰随风摇曳，空气里面的流动，整个的开放性，这个房屋的优点简直是数不胜数。如果要一点一点抠的话，就没完没了了。所以我们要赶快继续看房屋侧面厨房和它进来的第1休息区。The kitchen, as you can see, island side by side, huge. I mean, insane. Also, I don't know if you saw, we have a chef kitchen. It's a full kitchen downstairs, so you don't have to cook over here. And the good thing is you can access that chef kitchen from your garage. So they don't have to walk in from your main entry. All the supply goes over there. So all the service people can just drive their service vehicle straight into the garage, parking there without any your guests notice. They will be arrive their kitchen area and start serving their food. All the cooking, everything can be done over there. All the storage over there, huge pantry. So this house was well planned and thinking to the detail. I can't really imagine how many speakers you put out throughout the home, because when you put on the music on, you hear everywhere. Yeah, everywhere. The sound is really right. Even in a small corner in the home, you still can hear the music very crystal clear. And the whole house is fully automated to restaurant, so
See, I can open for you from far away. You can do anything. The pool, rooftop music, anything you want from the phone. 我们从这边到房屋的侧面这个空间，实际上它的动线做的还是蛮明朗的，就是2条直道，中间用这2组墙啊做了一个分割。可以看到这边实际上更像它的一个家庭厅的感觉，给人感觉更加，因为那边更宏伟一些，这边更加的温馨、舒适、放松。同样也通过这个非常大的 fireplace 可以看到2侧看到 San Fernando Valley 的景观也是没问题的。身后这边呢是它的一个简易吧台，它并不是它最大的吧台，我可以先告诉大家，大吧台实际上在下面。这个吧台用的天然的石料也是非常漂亮，它用了大量的 limestone 和 travertine。travertine 我刚学到 ，travertine 在国内叫冻石。啊，对，冻石，对不对？从这边可以看到挂下来的灯也是非常漂亮。你看它的灯并不是主要靠灯做照明的，它的灯除了照明以外，更多给的是氛围、点缀、提亮。这家的室内设计师和他的室内软装师非常的要命，对不对？刚刚我们跟他说了嘛，对吧？你想 Max 用的绝对不可能是一般的设计师，基本上洛杉矶你能找到的一线的顶流，这个房子都给到你了。水吧、水龙头，所有下面的橱柜、冰箱，上面放简单的酒具酒架都可以。而且我们镜头过来，从这个角度坐在这儿，身后趴给door收起来，也能看到非常好的景观。这个房子我就不反复的强调景观了，有点皮。但是我在这个角度依然透过这个 picture window 可以看到对面的景观，太通透了。没办法，这个景观确实太无敌了，不管你在哪儿都能看得到。真正的意义上的360度的景观。如果大家知道洛杉矶哪栋房子有比这个景观更加360度，麻烦告诉我们，我们为大家开箱。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一定干嘛？记得点赞关注，我们才能长期持久为大家带来更多好的房子。一个点赞，一个关注，不消耗你1分钱，但是对于我们的帮助却是非常大的。谢谢大家。回到房屋，这广告打得自然吗？非常自然。这个 family room 做了一个 L 型的大拐角沙发，区域轻轻松松可以服务7到8个人，做一个简单的娱乐放松的空间。火点亮氛围，两边拉门全部拉开，远处的景观，身后是一个户外就餐区啊。外面我们在最后介绍，从现在开始我不提户外景观了，好吗？往这边一个简单的过渡的区域，因为它室内面积太大了，有太多东西可以跟大家介绍了，所以呢，它有些地方的摆放的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知道放什么，但房子买了以后怎么放是我们观众们自己去决定，对不对？我们镜头过来，从中间匆匆推过来，可以看到我身后啊，同样也是我们喜欢的双岛台，我喜欢的双岛台 ，OK， 它是左右放开的，这个很特别，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对不对？尺寸也一样，尺寸完全一样，尺寸完全一样。我们先往这边来，而且有主副岛台之分，这边它 staging 成了一个早餐的餐吧的地方，同样拉门全部都是落地的 pocket door 也可以打开。我们镜头走过来，往这边走过来，可以看到。这边的副岛台为什么叫副岛台啊？上面没有主要的这个洗碗槽了，洗碗槽放在了后面的位置，挂灯也是非常的漂亮，台面天然的石料铺设，这边也是做了一个异形的切割，很贴心的，这边也留了一些电源。我们再过来，又看到这么漂亮的景观了，飞机飞的都觉得好低啊，实在是。对，今天天气也非常的好，而且它屋檐都是伸出去的，所以没有直射的阳光到室内，几乎都是很柔和的过渡，非常的棒。那这边副岛台呢，它把这个洗碗槽放在这边，很漂亮的5金件，上面这个高柜的空间真的是大的不能再大，高的不能再高啊，这得是姚明才够得着。那作为屋主的你，4000万房屋屋主的你是不需要担心这些东西的，这不是跟它没有什么关系。对，然后所有的收纳的空间也是做了一个双层隔断的分层，非常好的收纳的空间。主副台面全部都是用的非常好的石料，没有任何的马虎。我往这边走过来啊，这有一个过道。那边还有一个空间，一会儿绕过去为大家介绍这个过道到底的作用是什么。我们走过来，到了它主岛台的位置，房屋呢还有一些东西在进行完善啊，并不是最佳的状态，但应该这2天也就上市再开始卖了。房屋其实真的很多的优点，说不完道不明啊，太多了。那主岛台这边同样的一个洗碗槽放在中间的位置，表明它的主岛台的身份。那这边呢更不用说了，后面有一个 cooktop， 不是传统的了。在石头上直接挖的，对，我很喜欢这种形式。对，这个是你比较喜欢的这一种了，它都是分开好了，一共是有6个 burner， 两边分别控制，上面也做得很漂亮。它把这个抽风呢，用这种古朴的铜色一样的
像木色的这个包裹刷漆，古铜色那种感觉。哎，隐藏了起来。它整个房屋的室内的风格非常统一，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contemporary 的房子，就进来大家觉得 cozy 舒服舒适，没话说。而且往这边来不用看了，这个左右两边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它的冰箱啊，还有它的冻箱的空间。这冰箱是真高，真的是高啊，应该是也是 oversize 了。往这边，双烤箱、microwave 全部都有。那时候咖啡机在哪儿呢？哎，转过来，你看到没有？这个门，它的咖啡机是藏在了这个门的后面啊。而且这个折叠门，那边还有一扇，4扇这么折起来的。这是它的咖啡吧的区域，两边有 LED 的灯带，石板的铺设也没有任何的马虎，下面所有收纳全部都给你准备好分层的空间，满足你所有的需求，只为了一个咖啡机啊，可以这么说吧？对，做了这些复杂的开关门的装置，就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为它呀。这个机子才多少钱？虽然也不便宜啊，对不对？墙面都是 Venetian plaster， 非常的漂亮。我们今天的工人还在紧锣密鼓的施工，那相信我觉得下周应该大家来看的时候，这个房子就 OK 了。如果住在洛杉矶的小伙伴想要换房子，或近期来这边买房子的朋友，这个房子不可错过，在 Encino。不管你买不买，我觉得你有机会。如果当然你资金验资 OK 的话，来看一下，我觉得也是绝对不虚此行的啊。当个景点来讲，非常值得的。应该是这个房子要放到比华利，轻轻松松就要7、8千万呢，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再从这边过来，它主要的餐厅可以看到展现在你的眼前。首先，餐厅为什么放在房屋的前面？因为它360度都是景观，放哪儿都可以，放哪儿都可以，所以它在这方面没有烦恼。挂灯非常的漂亮，这么长的餐桌，14人的餐桌要3个这么长的挂灯才能够覆盖住啊，很夸张。双拉门全部拉开了以后，外面就是户外的 deck， 简单的流水就是一进门的那个地方，包括那边的火焰点着了，看着远处的这个景观，在这一侧依然能看到这么棒的景观啊，没话说，这房子真的太漂亮了。山顶的房子就是好，你有一个好的基础的时候，你随便怎么耍都不会太差，对不对？对。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当然两边也都是大量的落地窗啊，保证了采光也好，或者是更加的通透。这边简单的藏酒空间，放个几十平，简单的使用是完全没问题的。那你需要放更多的酒的话，楼下实际上是有地方的。左手边这边是它的一个半位 Venetian plaster 刷的黑色的墙面，典雅高贵，很漂亮，简单干净，就为了服务餐厅使用。厨房也使用的非常快，为什么？你看正好转过来了，转过来这边就是它的厨房了，双通道。你看它所有的卫生间也好，使用的地方安排的太合理了，没话说啊。这边是下楼的楼梯，楼下的空间太惊艳了，这我们看过最棒的地下室，没问题吧？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完全称得上。从这个走道过来，2个岛台之间回到了餐厅，你看它的动线好不好？对，双通道就在背后挨着没错，近。你看它的餐厅挨厨房这么近啊，所以你就算华人想做一些锅气的菜没问题，分分秒秒端上桌，对不对？我们从这边过来，拉门出去，为大家来详细看一看这么好的房子它的后面。And the pool, the lap pool, I mean, it's a giant. It's like a commercial pool. It's like a hotel. It's not regular. It's not a regular house. Right. It's definitely a resort level pool. You got the lap area, you got the recreation area, you got relax area, you got the beach entry, you also have a sunken fireplace. There's a Circled by the conversation. wine. Yeah, pit. Yeah, you can sit over there, have friends, and wine, reading. And all those areas are facing different angle, so it give you different view from each angle you see outside the property. You see mountains, you see city lights, you see hillside home, you see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Every time I come over here, I look at the view and I look at the mountain different depending on the weather. So it's like an art every single day. 来到它的室外空间，因为它整个环绕的嘛，那边就是前院了嘛，从那边其实可以绕过来的，有一条小道可以绕过来。伸出来的屋檐在厨房的外面，从这边走过来，这边是它正面室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餐桌，同样也是一个14人的餐桌，离厨房也比较近嘛，所以它动线很合理。这样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
那更不用说它室外的墙上的这些用 Travertine 的这种小的立灯，非常的好看。那这边是2楼的空间，2楼是主卧室在这上面，从这边往这边走，所有一圈都围的钢化的玻璃，下面是主卧室，其中一个卧室自己出去的一个户外的绿化带，对，真的太奢华了。小庭院，它这种小的空间，这个房子特别多，而且从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楼梯它是可以从这边走下去的，到达下面的位置，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边这就是为什么人工假草，人工假草其实因为我们家后院也是人工假草，人工假草你打理的好，其实我们家后院我希望也是铺上人工假草，因为你光脚踩是很舒服的，它是很适合现代家庭的房屋，我觉得人工假草啊，反正我们家就冲这个目的铺的。往这边继续走。很多这些伸出来的屋檐下面呢，都放了一些居座可以坐的区域呢，具体怎么摆设，观众自己来决定。但是从这边可以看到，直升机是跟你的视野平行的，那边正好有个直升机在飞，对不对？你这景观没话说啊！你这样的景观，你要再表演的话，就光这景观就可能要你2000万了吧？不止，我估计。我们继续往这边走，简单放了一些躺椅。那匆匆稍微走近一点过来，可以看到这边是它泳池的整个的泳池的3部分，其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它主要围绕的是它中间的这个 fireplace， 也就是一个下陷式的一个 fireplace。可以看到整个的水池的围绕，周围都是用的蓝色贝壳状。我说着这个直升机起飞就飞过来了，你说说，蓝色的贝壳铺设，显得更多的海洋的气息。快点走，快点走。来，我们继续过来。那这边呢 ，Travertine 的石板呢，也是用这种不规则的切。那有的人可能抬杠的就要说了啊，对小孩不友好。这个艺术和美有些东西是要做取舍的，对不对？没办法。我们从这边过来可以看到，它整个的 fireplace 下陷式的，坐个6-7个人没问题。下面火点燃了，你也不用怕风吹，坐在这边，从这个角度看泳池，直接看出去也是非常的美的。从这个角度看后面也特别美，你看哪里都美。而且这个房子，它最难得的其中一点，我觉得是挺用心的，它没给你铺完啊，从这个桥走到尽头下去，它给你一个小的绿地是真草，对，这个接近大自然的感觉，伸出去地脚太难能可贵了。然后这边用一些棕榈树做了一个视野的集中，对不对？还是蛮不错。而镜头现在调正过来，从这个角度直接看，这是它的主泳池的其中的第2部分，也是它的主体的部分啊。挺夸张的，就是这边是台阶啊，对，这么大范围的台阶，就感觉是手挽着手一起往前走的这种感觉，从这边就可以下去了。很宽这个台阶，它不像咱们看的很多进泳池的台阶是一小部分弄的，反正让你能进去就完了。它不是，它是一个很大的台阶，就感觉像你是横跨这个泳池，就是又一个霸气的感觉，就跟我们一到那个前院摸了后一过去，哇，好大，这种感觉是这边一进来，哇塞，好大，就这种感觉。所有的后院地面也都是用的 Travertine 的铺设，这边也有石板，以后可以挂电视，电源也为你们预留好了，上面的音响、照明全部都准备好。泳池的深水区这边简简单单游个泳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大家可能会说啊，这个泳池会不会有点小啊？实际上不会的。泳池从这个角度实际上看出去也是一个 Infinity Pool 的设计，水从那边也是能做循环的。这个池子大家可能会觉得啊，你没法锻炼啊，健身不行啊。本身就是观赏泳池，健身不是主要的目的，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再过来，从这边其实也是 Infinity Pool 的设计了。这边还有一长条，实际上是给它锻炼的。这一长条的距离有50米吗？反正差不多吧，50米可能不到。哎，你要想游 lap 的话，从这边游就可以了。而且你看它这边也是做的 overflow， 它这边做了一个什么？它这边做了一个小泡池。对。水从两边是能够 flow 泡过来的，然后从这边可以看到，简简单单坐个7-8个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它做了一个三角形的小泡池，而不像这个泡池就完美的融入了这个整个几何设计。加州的天气也好，水都是温温的，这个时间太舒服了。所有的屋檐下面有更多坐的位置，这边有一个旋转的楼梯，可以从2楼以及屋顶往这边走呢，是它一个木质的大量的 deck 的空间。现在工人们还在施工啊，把它表面进行更好的打磨，让它显得更加的平整光滑。然后有很多的座椅，以后我们可以摆在这边，像在这边开一个户外的 party 活动，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有需要的灯光、照明、氛围都好了，而且景色拉过来，回到这边就是正门一进来左手边的那个高尔夫的小果岭的位置了。在这边整个一个房子围绕一圈，景观它的后院也是非常完整的。那更不用说这个泳池的长度啊，真的是非常的好，没话说。要锻炼可以锻炼，要 social 可以 social， 要娱乐可以娱乐，要放松有热泡池，这样的泳池谁能不爱？最后我们镜头转过去，冲着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一角，景观真的太完美了。我们只看了房屋的一层啊，现在跟着我们去看一下房屋的地下室。Because it got everything. It's a wellness spa, gym, yoga, Pilates. I mean, you name it. I build many houses. I never have this much amenities in. It's Just single gym. yeah. It's like his own house. Just in your home. When you walk out as a gym, you want to do yoga, you want to do Pilates, and for any spiritual thing, when you open it, you feel the air, you see the view, the nature, gives you the spirit. So this is the vision, was about connecting the spa and the gym together.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它的地下健身娱乐中心竟然还有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小露台。跟着我们赶快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健身房。我觉得这点是蛮难得的。咱们看过很多的房屋，地下室真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密闭的空间，但这个地下室除了从1楼楼梯空间引光，哇，它的健身房的侧面开了这个窗，突然给你一种度假的感觉，是不是？对，太漂亮了，太美妙了，这个范围。用心，这真的是不同设计的不同。在房屋相对地下的位置，这边给你开了一个气口的感觉。那么镜头实际上，聪聪你先过来一点哈，你站到这边来好了。其实我面对的这边是一个半位，它的健身房里面就有一个半位是在这一侧。那你说，如果我想做个普拉提，哎，如果把上期的那个米娅小姐姐请过来，在这边一个美人，在这个画面下做一个普拉提，太漂亮了，这个画面美如画吧，绝美。这边还有一些简单的做的训练的地方，一个自动的多功能的训练仪，然后这边更多的跳箱、木箱。我们镜头转过来，最大的亮点在这儿啊！看头顶，劳斯莱斯星空顶它放到了健身房，你受得了吗？而镜头你先站着不要走啊，没完，你过来。这边它这一圈啊是有功能的，这边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按摩 massage 的房间，一个 massage 按摩床在这边。那边是个 barber shop， 就是你可以剪头的，在那个屋，就每个屋都是房间的。你镜头再退几步啊，这块儿，这是它的干蒸桑拿房，在这边，然后再往这边，这是它的湿蒸桑拿房，它都给齐了，4个房间啊，对不对？全都给你环绕一周。环绕一周，而且中间呢是个圆板，要这个圆板本来还想要能转起来就更不得了，这有点太浮夸了，是不是？那顶上已经很漂亮了，星空点点的感觉，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周围呢还特别用心，它这个和外面的圆盘的过渡带之间呢，除了 LED 的灯，还用这种白色的鹅卵石做了一圈的过渡带，给你特别的疗愈的这种感觉吧，可以说是。对，还有淋浴间。哎，这边淋浴房也放在这边，你看它围着这一圈，所有的功能都有了，对不对？它而且墙面全部都是 Venetian plaster， 非常的漂亮。这个地下健身放松恢复的空间，我觉得在咱们频道里可以说是最好的，没有最好的，绝对没有任何哪个我看过的房子里面也没有能跟它比的，真的是没话说。你镜头再往这边走过来，双开门啊，实际上从这儿出来啊，这边就是它的一下楼梯的主要的通道，上面通过这个楼梯就是1楼啊走廊的那个空间，给大家看能不能对得上啊？走廊往上面那个空间就是1楼中间的那个卧室，就在这上面。你看这个通透，就从这边我就能看到2楼、1楼，所以你完全没有任何地下室的感觉。两边2棵非常漂亮的景观树，每棵价格都不菲，都将1万块钱以上的价格，而且特别细心的是，
它的这边盆栽的下面都是用细小的鹅卵石做了铺设，背面的背景板全部都是这个木条啊，从1楼不是1楼了，地下这层一直到了2楼，两边都是很漂亮。我们镜头过来，我很喜欢这点，它两边放的这个石头啊 ，travertine， 你说它作吧也可以，那它作为一个景观与正常走道之间的缓冲呢，也非常的合理。对，它算是一个隔断，再加一个休息区。我觉得真是挺不错，就这房子走到哪儿我都能坐啊。身后一会儿去，我们先来看右手边这边，台阶下来，公共区域那边嘛都是 travertine， 那下来这边变成木地板了，台阶下面也做了这种地面照明的 LED 灯。过来到这边就是它楼下的娱乐的主吧台、主酒吧的位置。从下来走到这边来，站到这一侧。从这边其实已经到是整个2楼的天顶的光从上面直接可以洒下来了。台面非常漂亮的天然石料做的 book match 的设计，自然的纹理做的 leather finishing， 摸起来的质感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继续往前走过来，这样大量的储物空间，这是双冰箱的设计啊，对不对？2个可以放你更多的饮料饮品都可以，而且这个吧台，你知道站在这个位置，太漂亮了。对。错落的空间，就有点进入盗梦空间的这种错觉了。突然，好漂亮啊！这真的都是1楼的自然光就已经到2楼，这哪像是个地下室啊？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这有一个简简单单的坐的区域，等于是吧台嘛，我们在这边喝酒放松都可以。如果有需要的话，那我们可以在这边放一幅画，或者电源也留好了，挂一个电视。或者做成一个咱们小朋友自己的小游戏空间都是可以的。它每一个空间交代的真的是非常清楚。我们再过来，回到主走道这边，继续往前走。实际上这就是1楼咱们一进来的那个主走道的正下面的位置。从这边往前过来2阶台阶上来，去后面的部分之前正对着这个放松的健身区域啊，这边还有一块。这是它楼下的一个半位。黑色的墙面 Venetian plaster， 黑色的地砖，黑色 marble 的台面，整个一个黑色主体，连马桶都是黑色的，蛮夸张的，那很漂亮。哎，这个黑色做的一点都不脏哎。黑色我一直都觉得是挺高级的，还是灯光的原因，很多黑色做不好是因为它灯光的色温选的不好。这个房屋的色温灯光用的真的非常好。那走廊过道的这边也有储物的空间留给你了，对不对？左右这边这是电机房了，那储物其实这边呢有2个卧室，还是很有特点的。右手边那个卧室有自己的景观卫生间，尺寸不错。我们挑左边这个，跟我们一起进来。左手边有自己的卫生间，装修石料地面铺设都非常的好，很高级，很漂亮，我觉得是蛮不错的。自己的衣帽间可以走入式。最大的亮点是过来以后，这个房间有点那个小的禅意和日式风格出来了，是不是？因为你看它这个小的隔断用格栅这样隔起来，简单坐的地方，出去就是我们刚才在楼上介绍过的一个小露台，哎，单独伸出去一个露台，它是和这个卧室和隔壁的卧室2个人共享的。你也可以从这边露台出去，直接走到后院。所以楼下这2个小卧室，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房子给服务人员用都有点奢侈了，但楼上真的有更好的哎。对，尤其是主卧内侧。继续往那边看。回到这边主道，这是它的主楼梯，从1楼一进门的楼梯下来。其实可以从下面看到，更像这个山水画的底下的石座啊、山水的地方，包括这个过道的空间的这些水面、山峰、远处的背景，以及它后面这些藏品的柜子的摆放，我觉得我理解的应该没错，对不对？对，来，东方风格，这个是比较偏东方风格的。你看两边放的树植被有点禅意的。这个空间，你看2个灯，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这2个灯挂在这边，像不像维京人的那个2撮头发的感觉？是不是挂在这边？那当然中间都是金属的了，穿过来。我们过来到这边呢，这是它的电影院，豪宅标配一定得有。那能做的多好呢？根据自己的情况了，对不对？整体的空间是非常好的，上下阶层的这种设计。上面这个吧台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你坐在这边，哎，可以吃个小火锅，看个电影。心心念念的小火锅，一人一锅，对不对？我这坐1排人在这同时吃着火锅，看着电影，可不可以？可以，有点任性啊。整体的石料也是不错，用的外面同款的石料台面，吧台藏酒 book match 的石板，两边的杯子、柜子、柜门都很漂亮，而且这些小细网的这个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大家以前看过，就是
Max Nobel 他们的房子很多这种类似铁网的设计，小的这种低挑非常漂亮，包括它的皮质的编织的这种椅背，都是它的一些惯用的。那其实这套橱柜最大亮点是左右两边啊，都是有这个隐藏的一个收纳的空间，可以把柜门全部推开，那下面可以放入更多的东西，也是镜面的反光，很漂亮的两个空间设计，里面都有 LED 的灯，那边一个，这边也有一个。那再转过来，很漂亮的地毯的这个花纹啊，从这边走过来，两阶的设计，坐个10个人没有任何问题。非常大的一个幕布，两边都是用的木质的 cladding 做了一个背景板的铺设，周围全部都是吸音板、隔音板做了完美的包裹，以及 LED 的灯带做足了氛围。我觉得这个电影院能打几分啊？在我心中至少是在7分。咱们的看频道里面电影才给7分，我觉得咱频道电影院比这个好的一个手肯定数得过来了，前3可以排得上了，就冲这个吧台小火锅，好吧，给它第一了。继续，我们继续往它的后半段走。其实这个空间就是一进来，其实这是我们进来的那层啊。去那边之前，我们先过来到这边，电梯。下来，这个电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细节啊？它实际上是个双开门，双向开门，就这边开门以后，这边还能开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能去屋顶的，屋顶的电梯不是从这边开，从那边。一会儿上去大家就明白为什么了啊！电梯 OK 没有问题，这边简单的储物空间。我身后这边是它的楼下的洗衣房，一般这个洗衣房其实你看它石料啊、柜门收纳都不错，绝对足够的空间。这边是楼下一个卧室，尺寸空间挺不错，自己的卫生间，而且有一个逃生出口，也有天井，自然光可以下来面对的房屋正面。这个是消防局的要求，就所有地下室的卧室必须得有一个紧急爬梯可以爬出去。我们频道里很多房子应该都展示过，都有。对，都有。身后这边实际上是一个展示区，那这个门啊，可以完全折叠放到一边，作用是什么呢？未来你比如说你这有个豪车，这装一个转盘，在这边展示。不停地转，这就跟我上次的那个车库配置一样了，对不对？你可以看到这个车库的尺寸没话说，听回音就能听出来，听回音就感觉到了。但是做什么，大家买来以后自己决定啊。但先看一下我和聪聪之间的距离，包括它车库所有上面 LED 的灯，每一盏之间的间隔打下来非常的漂亮，很有这种未来科技感。这个门就是一进门正对着那个院门嘛的位置，这么大的车库，这个车库不光有这些啊，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空间，我们在楼上厨房介绍过，还记得吗？酒窖正对着那个楼梯下来的空间，那个空间从这边可以进来，镜头过来，记住这边是车库门，所有的车是直接可以从那边开过来的。这个空间我觉得点睛之笔，放的位置也非常的好，开门进来直接面对的就是这个楼梯。下来，从餐厅的中间过来一个简单的换鞋呀、准备的区域。你看，所有的收纳柜，大量的柜子在这边全部都准备好了。再进来过来，通过这个门往前走，同样收纳柜的后面这还有一个储物的空间。你看这个空间其实不小啊，很多的粮食储备都可以放在这边了啊。1个月的口粮没问题吧？轻轻松松，没问题。但你转过来有一个这么完整的 chef kitchen， 叫它 chef kitchen 都有点过分了。你看它的装修细节、材料用的石料 Taj Mahal， 包括完全同样规格标准的，像你的 Gallery Kitchen 一样的冻箱、冰箱放在这边。过来，烤箱、microwave 台面、洗碗机、洗手槽1个、2个，对不对？包括它的 dishwasher， 它的洗碗机这边也有。垃圾箱全部都放好，应有尽有，标准的一个大厨，这么大的一个 cooktop 48英寸，上面也是真正的能抽风的这种抽风机，它给你配齐了。就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们家在搞 party 的时候，那么多女生啊或者男生穿得非常漂亮，在正门进出，那这时候你的服务人员请了一个专业的厨师团队来了，然后他们抱着一只烤乳猪从正门咣咣咣咣进来了，多么不雅啊！这时候怎么办？在这儿发挥作用。车库直接进来，车倒到这边，直接抱着所有的食材和他的厨师团队在下面把东西都准备好了，通过旁边的楼梯直接端到你的餐桌。
完美。小小的细节它全部都考虑到了。你能挑出这个房子的不是吗？反正我是不能啊！赶快看一看它主卧室的那一层，更加的惊艳。上到它的2楼，这个有恐包症的人，比1楼看着还要吓人。这儿不是最吓人的，这块还好，因为这块你看上去就是1楼的主过道嘛，对不对？后面这边山景就跟一幅画一样，就在你的背景，太漂亮了，真的没话说。但这个确实对于我这种有点恐高的人，有点胆战心惊。镜头转过来一点，站侧面，左手边这边是有大量的偏景的天光，这个采光啊，就从这边可以照下来，一直照到地下室没有问题。左手这边有2个卧室，2个卧室都挺特别的，一个是对房屋的前面，房屋的前面那边有自己的一个阳台，可以看到房面前面的车啊进来啊，因为360度景观，景观也非常好，卧室空间也不错，有自己的卫生间。再往里面走的那个卧室是看房屋的侧面，景观也非常好，自己的一个拐角窗，坐在那边看一个书啊，发发呆，看看远处的景观也不错，也有自己的卫生间，室内空间依然也是不错。但是除了那些以外啊，我觉得一定要给大家看的是这儿，它的主卧室看过的最好的。主卧室这边过来，正好能看到飞机，私人飞机作为你的背景板的一幅画的一部分嘛，太漂亮了。这边是它的主要的梳妆台，女士的梳妆台，全身镜，这是这个主卧室卫生间里唯一的镜子，对吧？对，为什么？你们过来，转角啊，景观就不用说了，就它你一进它主卧卫生间，它就像一幅画一样，就展示在你的眼前了。这个是蛮夸张的了，它的这是主卧的卫生间啊，它的洗手台的镜子就是景观。就是你如果坐在这个房子里面，你需要看自己的整理自己的仪容或者哪儿有不放心的没有啊？住在这边你就要足够的自信啊，你就是这个 city 最靓的仔啊，可以这么说吧，一点也不过分。而且这边开水的水龙头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种设计，环形的这样的很漂亮，石板用的天然的也很好，台面很大嘛，那它也做了这种电源的设计，这边也有，那边同样也有。也是很用心的，对不对？射灯也是做的隐藏的，很漂亮。它把卫生间的岛台做成了厨房的 island 的感觉。对，以前咱们表院有一个类似的房子，它对着的，但这2个是男女同时都是对着景观的，看着最棒的 San Fernando 的景观，没话说。当然，收纳的空间也全部都准备好了，实木的柜子也很漂亮。那蛮夸张的是啊，你看啊。整个的一个 book match 的天然石板铺到了这边，它和它的岛台是同样的石料，只不过这边用的是不同的 finish， 那边是 polish， 那这边是用的 leather finish， 然后这边有一个淋浴，感觉在路灯下淋浴的感觉。今天不方便啊，我但凡方便点，我都想让我打开了以后，哇，就这么淋着，看着远处的这种景观。你有种称王称霸的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人要再这么洗澡，人会膨胀的，越冲越大的。然后水也简单做了一定的分离啊，环绕的这种环形切的石头也很漂亮。淋浴这不是正式的淋浴啊，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干嘛的。这可能这种应该是那种高压的，你知道吗？就那水流压力很大的，属于那种解乏的那种相同感觉。那么过来，这是它浴缸的空间。简单的一个鹅卵石形状的一个弧形浴缸，这边也是 book match 的石料，你就看这个卫生间里的石板用的就很夸张了，非常漂亮的对称的 book match。那这边你看，这是它烧了的空间，这边也有同样的喷口，上面的淋浴的空间都有。如果你觉得不好，你想把它合起来，这边你是很容易可以做一个弧形的给它围起来的空间的，它是有空间可以做的，对不对？
对，但我觉得这么大空间，水洒出来一点儿没问题。这个房子一定是24小时全年恒温的，你不用相信，哎呀冷啦热啦，这不会的，永远都是一个温度的，对不对？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左右两边各有2个 water closet， 尺寸不错，非常大的尺寸，都是感应的灯啊，一过来都自己就亮。镜头再过来，这边就是它的精品衣帽间了。这个衣帽间绝对可以啊。这边是看的房屋的正面，这个衣帽间就是我们车库门上面一开始就从走上来以后，旁边那几个竖的玻璃窗，后面说藏的这个空间，哎，这么大，这是主卧室自己的衣帽间啊！上面的那个灯，咱们在 Encino 很多的房子都见过，两侧全部都是有橱柜的收纳的。从东往这边稍微走2步可以过来，可以看到放鞋的空间，然后所有挂衣服的衣服柜，透明的这边的衣柜全部都有，那很多收纳不同的衣服种类，里面都是做 LED 的灯带的啊。它很多的区域的灯还没有完全的通。那我们可以转过来可以看到，这边有2个小物件或者是精品展示柜啊，我们可以这么说。从这边过来，很漂亮，上面都是透明的，你可以看到里面轻松摆放的东西。那每一个下面这一层呢，你也可以打开，有更多的收纳，上下底板都是透明的。我的百达翡丽终于有地方放了，是不是？那你得放好多块呢，对不对？你要能把它放满了，也不是一般人了。很漂亮的灯，也是石头的材质。这边展示柜里面 LED 的背景灯打开了以后，所有的抽屉也是全部可以亮起来的灯，没话说。这个衣帽间也可以在咱们看过的频道里排到前3吧，前3是没问题，完全可以。灯光设计也好，空间也好，这比别人一个主卧室都要夸张了，对不对？然后主卧室的主要的 traffic 区域呢，因为它这边直接通的卫生间，所以进来这边用的都是白色的马赛克的地砖过去的。衣帽间和主卧的主要休息空间用的都是木地板，非常的舒适。一过来这边有个简单坐的区域，非常棒的景观了，已经一会儿再说。这边还有一个简简单单的台面，左右各有一处放一些简单的收纳的空间，都是可以的。那个小艺术品也挺有意思的。我们在身后这边乌克拉丁做的所有的木的背景板，2个轨道吊灯，你可以改善它的位置，挪床的位置都是可以的。非常大的一个 king size 的床放在这边，你用一个 Kel King、Texas King、Alaska King 都是可以的，空间足够大。转过来这边也是同样一个 book match 用的 leather finishing 的一个大石板，半吊的感觉放到后面，因为它中间有一段嵌进去了，底下放了一个 fire pit， 点亮氛围、气氛、供暖一些情调。稍微呢又保证了一些隐私，你不会躺在床上，因为那边太多玻璃了，对不对？太多风景了。整个的石板的背面这边全部都是落地窗啊，太夸张了！怎么会有这么多？就这个房子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房子可能我粗俗啊，我一开大门进来以后，我一看见我会骂脏话的。对。就美的不像是真的，这真的是一栋住宅吗？它能美成这个样子？我们镜头往这边走，可以看到一个几乎是 San Fernando Valley 的一个全景展示在你的面前，而且今天天气又好，天上有朵朵的白云，飞机都没有你这个房子的地势高，感觉。对，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过无数架飞机在边上，哇，这才是拥有整个的 Valley， 对不对？角落的地方放了非常舒服的一个沙发，放在这边放松休息。看着景观，那夫复何求啊，对不对？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一点，没有完。从这边拉门是 Parquet door 收到墙里面，主卧室也有自己的露台，出去可以看到更好的景观。从主卧室可以直接出去户外也是可以的。这边其实就是那个1楼的大厅上面右手边那个空间，对不对？一会儿我们过去能看到。往这边，主卧室，豪宅怎么能没有一个自己的隐藏空间呢？对不对？我们继续看另一侧，从主卧室回到中间的位置，可以看到它的每一层的中间这个空间得力于2段的这个大的挂灯和挑空以及透明的这个空间，非常的漂亮。这个房屋的格局真的是空间感和它的结构给人感觉是太漂亮、太舒服了。我觉得这才是现代房屋应该走的方向。对。不是那种冷冰冰的，没错。然后通过这一侧整个的钢化的玻璃栈桥，看看你脚下，
不能看，这个有点吓人。我站边上看，那边我也害怕，站这边，站在边上，因为你那块还好啊，这2段我走过来以后，我直接看的是地下室。对，就1层的3层，对1层的高度能 OK。你看我从这边，包括看我前后啊，从这边看的景观也很漂亮，看客厅。但我从这儿下看啊，这个有点恐高症的人可能就有点受不了。你也可以走过来啊，你怕什么呀？那你也恐高吗？我看着屏幕看不到，但真的是很漂亮。这个怎么大胆的设计，所以才能让你整个1、2、3楼这么的通透啊。从这边看客厅也非常的漂亮，无敌的景观。往这边走过来，我右手边有一个卧室，尺寸很好，自己侧面的景观，卫生间也是独立的，装修也是非常的漂亮，尺寸真的不错。它每个卧室尺寸都好，而且都有景观。对，我们再往这边走，通过侧面的走道，它整个的墙面都是 Venetian plaster 的刷法。那么侧面有一个拉门啊，这边有一个拉门挺有意思的，出去以后有一个自己的侧面的小露台、小阳台，坐在这边一个眺望角，看着 Valley 的景观、山谷的景观、山下的房子。都可以，阳光也很充足。侧面还有一个旋转的楼梯，到达的2楼是这个位置。从这边再往上面是它的天台，这个房屋的天台是咱们见过的最棒，没有之一啊，都不用排名了。赶快从镜头再往这边走一点。哎，我特别喜欢就它房屋，就刚才也跟大家介绍嘛，就一个一个小的这种空间给到你，这是其中的又一个小的空间。景观不说了啊，一会儿出去说。聪聪，我们从这个镜头你这么照一个环绕，你可以过来。这个位置是它一进整个的客厅啊，走到这个客厅2楼上面挑空的，面冲着客厅左手边上面，它给你一个挑空的这个空间，等于像个小跃层似的感觉。对，小的 loft， 哎，一个特别小的 loft， 但它把这个小的空间给到你了以后，你很舒适。外面有室外，这边有室内，你可以在这边楼上楼下有一个互动，或者你可以想象，你站这个角度，你的客人朋友从这边进来，一目了然啊。或哪怕你想读个书。这边有个望远镜，想在这边看个星星、观个星，都是可以的，太舒服了，实在是。这个房屋的结构没话说，可以说咱们看的房屋结构里，我觉得最用心的了。对，尤其这个角度看过去，美如画，一眼能我可以望到地下室。我可以在这儿靠1天，不夸张的讲，太舒服了。而且它的屋顶一点也没有马虎，我们看看它的屋顶吧。走。The rooftop. We can entertain easy 100 people on the rooftop, and you don't need access from the house. Let's say you have a party, you come from outside. Right. You have the spiral staircase all the way to there. the rooftop. You got 2 islands. You got bars. You got shower. I never see a rooftop has a 2 island. 2 islands. It's actually larger than most of the home their kitchen has. And you got 2 of them on your rooftop. Yeah, Just for sitting entertainment. Yeah. So you have a toilet over there, so people can use. They don't have to use the house. Very thoughtful, because 99% rooftop they don't have toilet. Yeah, they don't have. And they have not only a toilet, it's actually a shower room. You can take a shower in there. Very thoughtful. 我们终于上到了它的顶层了啊！这个顶层是我认为咱们频道里最好的，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或别的人的房子比它这个顶层好，360度，而且它这房子没有粗糙的地儿啊。对，你看它旋转楼梯，咱们很多这种旋转楼梯或者这种看不见的地方，实际上有时候会很省，用的会比较简单，但它完全没有，每一个细节，楼梯的扶手、钢化的玻璃，整个的扶手的走道的弧度以及它的漆都是非常完美的，地面也是非常棒的 travertine。上来，整个木质的 deck。360度的景观，刚才聪聪已经说了，蓝天白云，整个世界就像都是你的一样，太漂亮了。而且它的这个屋顶的东西是真给到你了。首先啊，屋顶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室外餐吧台，全部都是用 travertine 的石料，上下全部铺好，往这边2侧全部都是景观，要什么室外排风，对不对？根本完全没必要。打开烧烤的东西全部都是新的，在楼上开一个40人的 party 一点都没问题。这边是它户外的这个叫什么？水池，那边还有一个，这个浅那个深，有2个，下面还有简单的收纳的空间都有。往这边走过来也是一个吧台的设计，这边可以整整齐齐的坐一排用餐的人。镜头过来一点，屋顶
还有一个半卫，带淋浴的哦，带淋浴的哦。屋顶为什么要淋浴啊？出汗了，热了，洗真的个澡。就是多完善嘛，对不对？然后很贴心，洗手池放在了外面，这样里面有人上厕所的时候，洗手池继续用。这边是它的电梯，这就为什么电梯双向开门了，因为另一项上来直接就是到的屋顶，很多坐的空间，非常漂亮的这种户外的木质的 deck， 从中间的过渡带这边又是人工的假草，这边往后面是它整个房屋的上下两个空间的天井的采光都是在这两侧，画面里的景观已经非常好了。但是你们见过哪个户？其实那个已经非常完美了，从这个画面看已经很漂亮了。但天上还有一个岛台，对，就是我如果想拍个厨艺类的争霸节目的话，不光室内有2个岛台，我连屋顶都有2个岛台啊！两边同时可以开始。而且 Travertine 这个石料大家也知道，冻石在室外使用是没问题的，非常的经久耐磨。它屋顶没有全给你哦，屋顶那边实际上还有一些空间的，但景观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它给你的空间已经足够大了。同样，水槽也是有的，冰箱制冷放些喝的东西都是可以的。我们再往这边过来一点，所有的围栏全部都是用钢化的玻璃围好，室外的就餐的空间、坐着的空间、放松的空间都有，全部都给到你了。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出去都是景观，坐在这边都可以放松你的心情，随便哪个方向都是美如画。地面一圈也都是这种，你看石头的这个灯啊，对不对？跟底下是统一的，围了一圈，非常的漂亮。而且最终回到正面这边可以看到，从这边是房屋，下面是泳池嘛，等于我正对着房子的方向看出去的景观也是非常的迷人。而且我眼前它这几组沙发放在了这边草地的正中心的位置，沙发放在这个地方，你坐在这边享受的景观、看的景观也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它把最好的位置都给了这个沙发了，那更不用说整个的屋顶你能看到的360度的景观。那么今天这栋非常特别的 Encino 4000万美金的房子，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今天的视频不知道大家看得过不过瘾啊？时间确实很长，我们很感谢跟我们看到最后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在此，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开发商 David 和 Ruben 2位大佬给我们机会为大家能展示这栋房子。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一定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次拜拜。